这个新玩具 TFC 出品的这一款暴君威震天，个头还是挺大的。外观这里一个玩具的实物展示，人形的造型还是非常帅。现在是一个全装甲搭载的模式吧，就是身上的马甲什么的都穿上了啊。这边有3个形态，官方指示的3个形态的展示啊。接着可以看后边，这里内容物有这么多，铺了一地啊，还有一个小飞机。而且其实最后展示说明书的部分的时候，它这些东西是可以跟之前的那款滚雷去互动的，也就是说这套圣衣可以混搭着穿，你想开发怎样的脑洞都可以，甚至说把那款柱子的一个基地形态跟它的这些配件互动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变成坦克的形态基本上是现在的样子啊，我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搭载了上去。坦克形态下的一些特色玩法吧，首先炮塔是可以转动的，而且下方这里是齿轮关节，360度都能旋转，嘎嘣嘎嘣的。但是呢，这一块的卡扣啊，侧向这里插的这个卡扣不是很紧啊，稍微有点松。然后炮管是可以旋转的，这个地方它前边有一个类似于加特林的头，就转的时候叨叨叨叨打加特林。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它，把它摘掉。因为关头指示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并没有放，有点像那个激光聚能炮的那个意思吧。然后就是身上的这些小的零件，楼梯，还有这些地方的把手，这些地方都是合金的啊，跟之前的滚雷一样，为了防止它损坏吧。履带是真履带，前后都是这种橡胶皮的履带，里边的轮子是真的可以滚动的，滚起来的感觉也很爽。前方这里3个驾驶舱可以打开。里边的这个尺寸做一个戴亚克隆的小人是完全没问题的，甚至说前3个这个位置啊比较大，我觉得做一个泰坦的头领问题都不大。头领战士的小人尺寸做进去也是没问题的。当然屁股后边这个飞机的这个驾驶舱就稍微的有一点小了，这个应该是做一个戴亚克隆小人的，而且全身上下涂的这个漆非常的漂亮。全部都是金属色的银漆，很亮。就卡扣锁上，然后侧方这里的导弹，这里边是合金件，下方来，前方这里有一个合金的撞针，把它顶出来，开路用，怼脑袋。这个搭载的方式，我觉得由个人吧，我是比较喜欢这样搭载啊。后方这里还可以翻起来。这个对空导弹吧，相当于，可能说这么看的话，无法直观的感受出来这个坦克到底有多大。我给你拿一个对比的参照物啊，这个可是45公分合体的 UT 混天豹的一条腿。UT 的吵闹，这个头其实不小啊，它变完的人形高度是一个 MP 的身高，你们再想象一下这个玩意儿有多大，很恐怖，但是也很带感的一个尺寸吧。接着我们把坦克形态下的这些东西拆开，配件都摘掉。现在基本上是没穿装甲的裸坦克形态。然后我们继续拔。这卡扣插的挺紧的，好，揪下来，放到一边，从这里再拔。这红警的基地车，然后我们把这块变一下，前方这里的驾驶舱翻出来，这块解锁下来，左右翻开，翅膀拉出。接着这块翻过来，卡扣其实就是斜着卡在这里，然后后边的水平尾翼立起来，翻到下方这里，起落架合金的，肚子的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运输机吧。这肚子里边可以放那个戴亚小人的那个摩托车啊，装进去。然后这个造型呢，红色、银色、黑色的这个搭配啊，又让人想起来有点像08动画里边的那个飞机 V 的样子。
但是它不能变形，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弟。然后我们把它收起来，这个叠起来，一会儿就是背包了，放到一边备用。拆这个马甲的时候，首先把侧方这里所有的卡扣锯开，这个卡扣打开，侧这卡扣插的都特紧啊。好，下方的这一节拔出来，然后打开前方这里的卡扣，履带。好，卸松，把上方这一节也拔下来。这些都是它的马甲，把这块打开，上下错位的地方打开它，把腿甲卸下来。这个跟东方柱子一样，也是有一个腿部加粗的这么一块装甲。现在就是它的一个原始的形态。我们卸下来这一地的东西，有这么多的配件，解散了就是现在的样子了。后边的这些全部都是马甲的素材，本体是这个型儿。这个本体就算把马甲摘掉也很重的。然后我们把它拨开，接着我们来变一个直升机的形态吧，把它组起来。首先把这一块履带整个的放开，解开，然后这个赛钢料子又开始嘎吱了，赛钢的声音。这种料子结实是结实啊，就是不好听。然后我们把这两片前裙甲撩开，哦对，后方这里啊，这两个裙甲也撩开，腾开空间，旋转腰部180度。接着，我们把这块从膝盖这里看有两个大卡扣，把这两个卡扣拆开，翻折180度，翻到这边来。接着这里还有一个滑道，可以往长拉一截，拉长了以后，上方这里两个锁点锁到腿上，把这一块的方向固定死了。接着我们转到这一侧看，内卷一下，卷回来这个地方的合金杆子，让这些卡扣对准。这里的一个，前方的一个，然后这两片横在这里当导弹吧，这个也挺好看的，横在这里。接着把这个炮管拿过来，这个炮管其实有点意思的设计，打开3片，直接把它变成了螺旋桨，然后旋转个面儿。其实旋转个面儿的同时吧，我觉得摆一个角度吧，毕竟直升飞机嘛，摆成斜的这个角度就合理一些啊。这个地方的卡扣啊有点不太好抠，先把它拔下来。这个地方特别的紧，因为有上金属漆嘛，两边的都有上啊，所以呢用这个当钥匙撬一下，插进去。这个下方有齿轮，哎，把它立起来。接着我们把前头这里插上炮，把这两节履带拿过来，打开这里的挂钩钩上，相当于两个导弹包的炮。咋说？感觉这个直升机还是挺重的。本身这个角色也是出自当时联名跟 G.I. Joe 联名的一个漫画书吧，里边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和滚雷其实是对手。
但是搭载上去以后还是挺稳的，而且分量特别的重，前方的火力也很猛。现在咱们就可以先把它变成威震天的人形模式了。人形模式还是先从腿部变起，这里解锁的卡扣打开，然后这个地方腿板这里打开，两个履带再拆开卡扣吧，还是要再次转动一下这个赛钢轴子，声音很恐怖啊！好，差不多了。两条腿左右的卡扣都卸开，一条腿一条腿的先来，一个 Z 字折叠打出来。这里边的卡扣上下这里有不同的锁定点，对准了这个锁定点以后，把它卡回去。其实这里的这一步变形跟滚雷很相似啊。膝盖这里这些地方的连接件都是合金的齿轮关节，稳定性很好。然后我们把这一片再折回来，折回来的时候滑道缩下去，对准这个大卡扣，把膝盖定好了，前脚掌后脚跟儿。脚踝接地这里的连接件也是合金的，很实诚的用料。脚部的造型有了，一条腿就变完了，就这么简单。现在需要变形的是裙甲部分，翻过来，这个地方让一下吧，转一下腰啊，转成横着的，转横过来以后，裙甲从上面盖下来，侧方这里合并，裙甲下方这里嵌了一个大合金块，也是作为武器的部分。好，把腰部这里立正，这两条履带呢就顺势往后卷就行，直接卷到最后方，然后一个 Z 字折叠。这个根部的轴也很紧啊，但是现在呢先不要密合吧，因为会挡着点儿。我们先把它挪过去。好，编到这里，左右的卡扣，把3个驾驶舱的位置这里打开，然后往上拉，旋转翻下来。这里还有润滑油，一个滑道把它滑进去。下方这里的卡扣打开，这里是合金的齿轮关节，胳膊不会脱肉啊。拳头转出来，然后肩膀这里也有一个合金块，它其实是2段的胳膊，2段的肩膀上抬关节。你用这一段关节也可以，用这一段关节也可以，这一段关节下方还是个齿轮。好，然后头部的这块主驾驶舱旋转180，翻到后面去。这个时候就可以结合背包了，背包做一个 Z 字折叠。好，两个大履带贴合在这儿就可以了。然后是胸口的部分，胸口的部分我们先把肩膀往前腾开一点点角度，左右的这2片黑色旋转一个方向，顺着它这个卡槽掐进去，然后用起翻这个黑色的卡扣，把这个前盖板打出来，接着往上蹬这块，把里边的脑袋再转出来。稍微摆一个造型吧，这个威震天的没穿马甲的内核版变形就是基本上这个样子了。可以说啊，整体的变形难度并不复杂，很简单。如果你玩过滚雷的话，其实这款比滚雷变形还简单。身上的合金件主要是分布在这些比较受力的关节处，把这些地方它不是做配重的，它只是为了支撑它的力度。然后脚底这块是合金件，这个是为了配重，脚踝这个地方的关节也是为了它的支撑性、稳定性吧。所以呢，它整体来说是很重，但是合金却没有那么多，因为主要它身上有很亮面的这种金属漆嘛，所以如果在合金件上面上漆，可能达不到这个效果吧。
而最终完成的人形以后，样子还是挺帅的，其实挺有漫画那种感觉的味道吧。再加上他身上的这个漆面啊，甚至说这个头雕的味道做的挺不错，挺邪性的一个感觉。后脑勺这里是一块大面积的透明件，所以吸光率很好，导致这个头雕透光性还不错。同时还会额外的带一个替换的面雕，然后替换的面具，还有那个战术护目镜，就你戴在这个眼罩的旁边，这里可以变成那个检测啊，战斗力只有5的渣渣，小的火神炮，腮帮子这里的造型也都不错，脸做的还行，可动性很好，身上的齿轮关节特别的多，因为都是合金的齿轮，所以双段的合金齿轮很爽。腰部有弯腰的关节，它单独做出来的独立弯腰关节，该有的都有。哎呀，听听，可以说老 TFC 现在在做这个齿轮关节这一块啊，确实是不错了。对比一下身高吧，其实跟 MP44 摆在一起看的话，是要比44再高出来半个头多的吧。光看脑门的话，穿马甲以前首先要做的准备工作啊，首先把拳头缩起来，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背包的位置啊稍微的往开拉一拉，把根部的这个合金关节啊稍微的延展开。一会儿因为我们的背包要加宽啊，或者说你可以像我这个样子，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背包打横的感觉，感觉这样会更帅一点。而且这里的这个活动关节嘛，到时候可以当流苏披风来使。首先2只大脚翻出，这个其实和滚雷的那个穿脚的模式差不多嘛。脚后跟收起来，脚尖放下去，然后把脚尖往前套，这里有2个卡扣，一方一圆对准，直接插上去，咯哒一声。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拿出来这2节的履带，这个你可以变成武器，翻起来拿在手里，也可以变成臂炮插在手臂上，也可以把这一块团起来，作为填补腿部后边这一块的一个腿肚子啊，这个看个人喜好吧。反了，拿这个对准一下这3个孔，2个桩，1个方，2个小臂的加长，把这块黑色的零件这里的双关节打起来，然后通过这个斜槽斜着给这么滑进来，拳头转一下，大拇指朝向打开，这只手左右的卡动卡上，大腿甲也加粗。大腿甲还跟之前的银色的那个腿甲的样子不太一样，这个大腿甲是枪铁色。接着我们把披风插在这儿，飞机变形的背包，这里有一个工字滑槽，滑进去，这2个卡子翻开就是给滚雷用的了，也可以给滚雷当成背包啊。说明书其实展示呢，它是让你这么变形的，就是威震天屁股后边这一块当成一个后裙甲吧，屁屁甲。我觉得这样不太好看啊，我更喜欢把这个翅膀叠上去，变成背包的这个小翅膀，个人喜好吧。说明书只是把肩炮插在这儿啊，变成这个样子，这样看看效果其实也不错。也是相当不错的，挺霸气的一个造型啊。但是呢，有一点遗憾，为什么威震天没有臂炮呢？这一点是让人很不爽的。我把这一块当成臂炮插上，
效果也挺霸气的。但是呢，腿肚子一个有一个没有，让人也觉得很诡异，所以我不喜欢插这个。最终纠结之下，我选择放弃背包，把这两个插到背包上面，当成背后的武器组。这个古铁的左轮打桩机呢，放在这条手上吧。威震天标志性的臂炮不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个人喜欢的最终完成样式，我喜欢这么搭配啊。毕竟可以开发出来的模式很多啊，搭载的方式也是身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接口。再不济了，甚至你可以把滚雷扒碎了，把它的这些装甲上边这些武器也给它安插在这些插孔里边。因为都是通用的接口嘛，所以可以各种各样的开脑洞去互搭了。总的来说 ，TFC 这一回的威震天吧，我觉得也不亚于那一款滚雷，两个毕竟是同样的厂家做出来的，风格很搭调，玩法也很互通，而且互动出来的这种多样性的选择吧，再加上 TFC 现在的美型度确实没问题，很帅的一套威震天。在涂装方面、美型方面，再加上它做工用料方面，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就是现在的问题是啥呢？这一套的价格比滚雷要贵一些，可能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慌了，无法接受。但实际呢，这个东西是要比滚雷大的，而且它身上的配件内容了，加上里头效果了，也是要比滚雷足很多的。再拿出来44，基本上已经到了胸口了。胸口下方腹部的位置了，真的挺好东西。可以说曾经预言过滚雷将会是一款 TFC 的翻身之作啊，也是 TFC 的一个爆款。这一回感觉这个威震天应该也会大卖。如果说之前买滚雷的这些朋友们应该也会为了给滚雷配一个对手而买这一套威震天，但是翻回来想，这款威震天的素质也确实对得起现在 TFC 的一个口碑了。很厉害，有暴君的味儿，也确实像矿工威，这么大，感觉滚雷打不过他，也确实这个家伙的武器是要比滚雷武器要猛一点的。虽然滚雷有2发导弹吧，但是射完了以后又没有后劲儿了。也能与他一战的，我觉得东风滚雷差不多，大圣滚雷可以跟他相较衡一下，挺厉害，确实也够硬，牛逼。好东西。